还记得有一次我到了屏东，有一位阿伯呀，他是农夫哦，他来看我，在屏东连通市，他来看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师傅，师傅，我跟你讲哦，你要跟我讲什么啊？”他讲哦，我的感觉啦。然后他就停了，我就问他说：“你的感觉是啥嘿？”我的感觉吼，咱住这是天下的第一个大家庭。那我就说，你哪安尼感觉？伊讲吼，就感觉到讲吼，师父你的心迄爱吼遐尼大吼，我相信吼，规个天下的吼，咱的家庭一定会真大。记得很清楚的那个时候。那现在呢？的确啊，我也觉得，普天之下慈济的家庭，不都是从小家庭啊，许许多多的小家庭啊，来组为一体，不都是大家庭吗？想当年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我说我们要来成立慈善工作，就马上有人开始发声音咯。某某人脑筋很好，名称上说他是自力更生。我们真是自力更生啊！从阿蒙陀罗还有呢德容，他自己呢会恰碰色用一台灯安尼撸来撸去那他也会做工来维持生活赚工资。我们呢在德阳他呢也会做衣服他的手工真的很细腻做衣服的这个女红做得很漂亮，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布行去剪那个布吹知影无？布吹那那个布头布尾剪下来的布我们呢就会捡回来，那么一张张的绣春大细比好，我们就开始裁剪婴儿鞋。那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的自力更生生活接下来我们就是手头怎样
机器啦、故障啦，是我在修理呢。那我都会修理，哪里呢有故障啊？我都要呢很用心去知道哪一个地方有出问题，怎么会跳江，怎么会不能动，怎么会等等啊，都是呢我也会哦。接下来我们也做过了尿布，不过呢我们开始在地藏菩萨那里呢所做的，只不过古纸落啊，做婴儿鞋那恰碰西等等啦。较早人拢毋是叫我的名，拢甲我讲农场。我这个所在较早叫做农场，我是住伫遮，所以呢，很多人都叫我农场师傅啊。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说，阮农场的师傅啊，爱阮每天节省5毛钱，啊是要创啥个？卖菜就随问，啊买菜的人就讲，啊阮师傅都讲要救人啊，5角银会当救人啊，啊那安尼遐尼简单，啊我嘛参加一个啦，小小的钱可以救人，会员就这样的开始引上来咯。这都是呢，在那个时候，希望大家呢这一段故事呢不要忘掉哦。我刚刚有说过啊，当初我要成立这样的慈善会的时候，有人就会说：“头脑足好诶，恭喜伊叫做自力更生。”即马生活袂落去啊，那都用组织慈善会毋是要叫大家人出钱，那这呢实在头脑真好。各位，情何以堪啊！这呢要做慈善工作的第一个碰到的，就已经呢受到了这样的很令人感觉到很不能接受的那一份的侮辱啦。可是听了我还是一笑置之啊。我感觉到说，我从此开始要有心理准备，这就是第一道来的警醒，要教育我从此开始要为众生承担起啦，这个担啦，都肩膀呢都要较定一下那真正的要下定决心，将来啦，假如有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啊，什么款的声音，什么款的面色啦，我一定呢要把我的心稳得住，路才能走得稳。这呢，就是我还是感恩，用感恩心来破除呢那样的伤害。那这都是那个当作肥料嘛，经济才会生长啦，从安尼行过来啦。当阵啊，民国58年，咱第一次办迄个冬龄救济，咱呢就是互因批啦就是真正伫冬龄互因食的物件等等真正有冬龄救济。无过去呢，就是敢若逐个月互因，咱是去年，咱才第一次有咱的这个冬令发放。佮加这个冬令要用的发放其实这个因缘呢，嘛是来自迄当阵咱花莲经营会记得是伊有
看到咱精舍的生活真辛苦。我们当初的克难，我们要盖的棉被啊，包括我在内，要盖的棉被呢，就是捡人家的亚子的布，较早拢流行亚子哈。那亚子那种的有纱，尼龙纱哈。那尼龙纱呢，我们就把它挑开，就开始那个流啊。整块布呢，我们就把它呢给抽丝啊，变成了松松的，用这样来做我们的棉被呢。可见那个时候的克难。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在电力公司上班的，我们现在的老委员呐，蔡秀美，也就是静莹，她嘛来看到了我们这样的生活，她很不忍心。她说啊，民国58年第一次来到普明市，那个时候，她感觉到说，哇，这个修行人哦，他怎么穷的这样？然后那冬天呢，他们的会不会很冷啊？就送来的这种毛毯想要送给我们。我就想到了，其实呢，我们的苦还没有到达这样，何况呢，我一向就是立愿啊，不接受供养啊，所以我就表达说，有很多人呢，还是没有棉被用的，所以呢，要把这个毯子要给这一群呢，在我们照顾妇他一听呢，哇，就开始呢，真的感动啊！我们又在添过道了，多安尼每一户用得到所以呢，在这58年第一次呢，这样冬令给他们这个毯子除了讲冬令给大家带回食物跟衣服以外呢，第一次的围炉啦，上会记得迄个时阵是15度那个时候我讲我们安尼给大家人围炉嘛，要用偌济？15度好啦，哪有遐济？你都听我的话，安尼就对啊！真的是15度满满呢。当然救济跟咱平常时的救济是无同啊。咱平常时的救济呢，是逐个月时间若到，咱就是互伊米啊，互伊生活费啊。但是咱到58年迄年开始，体会到讲平常的时间人若平安健康搁再甲伊帮忙一下安尼也真好过。但是呢，若到甲冬天来的时，你要过年这个时阵有的老人家啦、孤老无有囡仔大细会转来看伊那过年到了，伊会搁较孤单，想着讲大家人拢是年头祭到远途的囝拢转来伫咧团圆遐个孤老无依呢，实在是太孤单啦。所以咱就开始呢，准备冬联。一来呢，贫困的人咱互伊有一个真温暖过年的食物，也需要互因呢。迄当阵过年拢抑阁是呢，爱穿新衫古早的过年咱就为因呢，安尼看甲因娘全家呢，大细的新衫呢，咱就爱看来去买一家伙呢，有偌尼多的人口，咱就互伊偌尼多的衫。厝的要食的物件，厝的呢要用的物件，或者是要穿的衫等呢，咱拢甲伊传甲足周全呢。我再互伊缀年钱，同时呢，搁甲伊互伊围炉
好，互因大家人感觉到讲吼，虽然是贫啊，也好亲像一个大家庭呢。安尼大家人来集集的吼，来围炉，咱爱来为因过年吼来想办法，让这个过年有一个过年的气氛，那为家家户户呢添新衣吼，让家家户户呢有年货吼，年年的新衣呢，孩子们的新衣服都是呢，学校的制服那个时候都是卡其的学生服嘛，我们要选的呢，就是太祖龙太祖龙的学生服。就有人会跟我说：“师父，咱这么讲欠钱啊，你拢要买遐尼好的，互囡仔穿。”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不要心里一直说是救济，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大群人老人家都是我们的长辈啊，孩子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啊，这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就要给我所要的，是你所爱的，我所要的，才给他们，这都是要选择好的，这都是在冬令救济。从那个时候，我们那样的困境要么就是要给好的，一直到现在，从花莲一直一直呢转型，每一个地区呢，咱都会当看到讲自这人的爱不管每一个所在呢，拢是伫咧办围炉所办的围炉拢足用心的这就是看到讲凡事呢，拢是从一开始，开头的一念那么人人会共的心那安尼开始呢，即马唔只是干那讲咱全省有这个东陵的发放，也搁再是围炉，现在呢已经是到达全球咱全球的自这人那是华人呢，因都是过咱的农历年那年到这到大家人呢，嘛是伫这冬天真寒的所在，同款甲伊冻龄救济同款互因食的物件，互因会当御寒，会当穿的小的衫，这拢总是伫即马全球咱看会到。采购衣棉被等等，那他们都会很细心的拿回来给我看看看那种棉袄的质料好不好，要穿起来轻不轻松棉被呢，这个棉是高级的，或者是普通的呢，我们都要去选择好的品质这采购的过程都是这样。同样吃的米，我们都要给新米。我都会说，不要用古米啦，因为愈新的米呢，那个卡路里会更高一点因为穷困人大家呢都是缺营养你用谷米好食，敢若天8巴肚尔，那个热量会低了一点。所以我们给米都是要给很好的米呢。除了米以外还有其他的食品也搁有饼等等这都是过年后里面食的物件、穿的物件、加的物件等等都是要选的好的。我们总是不管是救贫或者是救急一定都是要好。
将心比心，这都是我常常呢要跟菩萨们所分享的。除了讲，伫咧过农历年以外啦，也阁有耶诞节，西洋人的过年吼，咱自济人无分宗教，同款呢，为老人为囡仔、为贫困的人，咱不管倒一个国家，都是开始呢同款的行动。也若是咱台湾感觉讲是热天啦，伫咧南半球呢是叫做冬天。伫南半球就是讲非洲南非等等啦，咱的自济人嘛是同款呢，伫遐伫咧发放迄个耶诞节咯，也阁有即嘛，咱所行过回教的国家足多回教的国家呢，因伫咧过年呢，因拢规个月的时间斋戒月因若开戒的时啦，那同款有贫穷苦难人、自济人呢，同款去帮助因互因呢有即个讲开斋啦，这就是因的过年所以无分宗教啦，只爱呢应节应景那有自济人的所在，都是安尼伫咧付出。现在已经看到安尼个各国的自济人，逐工都是寄迄个信息、寄资料，转来就报告讲，因伫遐咧举办安怎样用爱付出伫迄个所在安怎伫咧抚慰那贫穷苦难孤老无依，或者是呢残障有病的人，这是逐工都伫咧看，已经是全球啦，真感恩这就是咱的自济。对从台湾开始，尤其是从东台湾开始，已经呢看到全球的自济人安尼无所求的付出，看到是真温馨，很感恩建立自济了后，迄当阵我继续就伫咧修日本的函授大学。经过了3年时间，日本就来爱我去面授。函授就是伊寄出来阮安尼读通过就是爱去等下呢，一边伫咧函授读书的时，一边伫咧做自济。等到讲爱去啦，上无呢，就爱2年的时间。去日本去面授，我一直考虑很挣扎。我若放掉了2年遐个孤老无依的老人要安怎？遐个寡妇孤儿又是要安怎呢？我若是去读书，成就我家己；我若是守伫台湾做好自济，那上无呢，会当互遮个老人、寡妇、孤儿，因抑阁有倚靠、有依赖，2项呢衡量，我真挣扎。我感觉到讲应该爱放弃的是家己啦，爱放弃家己，真感恩这个行持刹那，虽然有动过心，我应该爱来去成就我的学业，摕我的学位。虽然呢，我有动过心，不过呢，加在迄个把握当下行持刹那的念头，互我无放弃，所以自济继续做下去。
所以我全呢下了决心，向日本办休学，我将专心呢，甲伊做主席。这个时阵我家己就比如讲，我亲像迄只牛，决心呢，就甲偏降落来。这个牛担就甲伊担落去。不管是伫咧犁田，或者是拖车，这呢是任劳任怨。这片的这个草原互这只牛呢来来回回也已经踏出了一条路痕出来了。功德会成立第3年，迄个时阵，咱主席也阁是真刻难的时。刻难2个字，顾名思义，就是知影讲啥物拢总欠。迄年的台风呢，伫农历的8月15，就是9月27。这个台风呢，是对东部造成了真大的灾难。东部的北边呢，从花莲的秀林乡，南边呢已经到台东的大南村。这个风力之强经过在卡，互人感觉心痛。伫迄个台南村毋只是风、雨、风，掀掉了真侪人的厝顶，吹掉了真侪人的厝。那一天呢，刚好就是农历的8月15。我那个时候每年的8月15，差不多都是在丰原，因为我刚要出家的时候，跟我的母亲有这样的约束，说我若出家上无你的生日，我嘛会回来，就是还是年轻的那个时候啦所以那一年的8月15呢，我人在丰原。这个台风很大，虽然我在中部呢，同样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风力很大，就赶快呢听收音机，就听到了花莲、台东一带都是有很大的豪大雨整夜都在听的这个广播也听到了，突然间所听到的，那就是台东呢发生了大火灾，风那么大，雨那么大，怎么会有大火灾呢？我就很用心的一直在听着，真惨整个大南村都完全化为灰烬我无偌久呢，就听到讲有一个阿嬷老婆婆伫咧烘猪菜，所以呢，突然间不小心星星之火这个风大呢，就按迄个伫咧烘猪菜的火星呢飞出来。超处就这样的修起来了，一发不可收拾。那个时候我人在丰原嘛，所以我听到这个信息，我真的要赶快呢，用灰的也要灰回来。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路拢断去，所以呢，我就用接布的，路断去一帮车安尼搬一帮不管是公路、铁路呢，就是这样的回来。
好不容易回到花莲来，赶快呢，请所有的慈济人呐，赶快来啊，来讨论这一次的台风，就决定我们要去救灾哦。但是大家都说我们没有钱啊，如何救啊？没有钱也要想办法，只要人人有信心，答应说好，我们呢要共为一心，为了这个村庄呢，我们来付出。很感恩大家都是说，师父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尽心力啦！哇，开始呢，人人呐，挨家挨户，每一个店铺呢都去签募，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呢看灾。到了秀林乡啊，去看一看，哇，真的是沿海地带呢，崇德沿海地带呢，也都是呢，受灾人也不少哦。然后呢，隔天呢，就到了台东。台东呢，那个时候要到台东一趟呢，也很不简单哦。还是呢，坐了那样的火车到了台东呢，也要有5、6个小时以上哦，慢慢的走那样的火车，所以到了台东啊，就隔天啊，一大早就到了灾区去了。哎呀，看到了灾区呢，满目苍痍啊，都有教堂在里面啊，同样都烧掉了啦。啊，也听说很惨啊，某家人全家都没人了啦。那某些地方呢，是一家几个人啦，真的都是呢，很惨哦。而且呢，更惨的也看到了牛里面有它的肚子里面有小牛还没有生产，这个牛也被烧的呢，肚子都裂开了，这那样的景象都看到的哦，真的很令人感觉到说，人生无常啊，水火无情啊，在大风大雨中，还有呢这样的大火，那么这个火呢也会跳哦，从那里面呢也会飞啊，一个火球呢飞到了这大路边哦，在村外的人家的店哦也被烧了哦，那都是会跳经修哦，那一段呢很多事情哦都感觉到很不可思议，真奇怪呢。在全庄的内底，只敢有一间厝，尤其是房仔厝，就是独立在这个庄内，很奇怪。尤其是这间厝，头前后壁、隔壁、左右的厝呢，连着的厝嘛拢烧去啊，谁哪敢那这间厝呢？无烧去，我真好奇，遐个传人呢？村里的人嘛真热心，就甲我讲，伊讲哦，迄毋是干那迄间厝无烧去，内底一个人吼，透早起来开门问讲啊，这是安怎？昨暗的风台，昨暗的火灾，伊竟然拢毋知，啊，到底是安怎？原来这个人呢，伊是啊。轮到昨暗过水，伫台东市，伊感觉讲哪会遐衰，互我轮到伫即个8月15，要甲厝诶人团圆啊，
大好这个时阵，我爱去顾水，所以呢，真无欢喜啊！手摕着月饼，灌着酒，安尼呢，去到迄个所在，就是要去顾水。遐一间厝，这间厝算伊的残寮，伊水去顺顺看看，风都大大，所以伊就想讲酒啉啉的来困啦，就安尼啉酒困去啦。所以酒醉路眠风台、火灾，伊拢毋知，所以开门呢，伊感觉讲这是发生什么代志？这呢，伫迄当阵呢，也是大家人感觉讲很不可思议。我入去甲看呢，哇，伊内底呢有一张，甲我迄当阵呢咧拜法华经，迄当阵西方三圣，迄张呢同款搭伫壁咧。迄个人伊讲福保庇我啦，所以这个印象足深的啦。恁即要问师父讲是安怎？我会甲你讲不可说，不可说，因为我毋捌真的实在是无法度去解说。迄个印象真深呢。这就是讲，伊都有这个福利。虽然迄个所在拢总受灾难啦，但是呢，伊是强言不强业啦，伊安尼呢都会逃过这一灾，这一祸啦在10月4号跟5号2天我就走到了大南村去了那去了解他们的全部啦。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回来花莲决定要如何去帮助他们。因为呢，灾情惨重有40多位往生50多位呢重伤还有140多户呢，他无家可归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救灾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呢才功德会的第3年而已没人没钱怎么办？不过呢，我们也是真大的救济那个时候对慈济来说，每一户都1条台历毯子，那当初的台历毯子是很高级所以这是临时及时呢，劝募很辛苦啦。所以呢，我们到了当地呢，开始发放。台历的摊我们对西部去买规台拖拉库安尼载来你会当想象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的急难救助浩浩荡荡安尼汇合台东迄当中台东无委员，敢若有熟悉人，恁拢知影讲我俏家是从台东是先一个定点伫迄个所在一段时间，所以有熟悉人，但是没有慈济人。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透过了一位议员的太太，我们的委员熟悉的朋友，所以好不容易啦，我们呢就是这样进入这个村子去。那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大的灾难。那一种心灵的震撼实在是无法度去描述。所以呢，这样第一次的大型灾难的发放在镜头下拍下来，那种的景物人事很珍贵。那一张相片呢，看来呢就是那样的简单粗糙不过呢，里面的意义重大，因为呢，许多事情无法再得回来，唯有这一张相片。所以呢，
有一位老师啊，在我的身边就跟我说：“师父，像这样的景象啊，用几千字都描述不出这样的景象，时间、这个地点、人事物，要把它描述出来呢，真的很困难。不过呢，卡梅拉一拍，那里面的年月日记录一下，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回忆很深刻。这就是呢，镜头刹那，其实呢就是永恒的人事物景，那都通通记住啦。所以呢，这样的人文啊，实在是非常的宝贵，这需要有人去做去用心去把它留下来。我们的30周年庆，离这个大南村的灾难过后已经28年，快到28年了。在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同仁像撇主任他们很有心去寻找第一次的这个大型救灾的地方，他们就去采访发现到了那些灾民呢都很感恩在当年。其中有一位沈老先生他就说：“哇，我若想到那个时阵，真正足感恩的啦！一个家庭7口啦，这场灾难了后呢，他们一无所有。好在呢，功德会给他这一条毯子一家7口人那当阵已经秋天嘛，真寒。这领毯呢，7口呢，安尼整整做一个，迄当阵囡仔拢细汉。那个时候，他说非常感恩这一条毯子，伊安尼甲伊保持甲足好这领毯本来是真厚的毯呢，等甲伊28年后咱去甲伊采访的时阵，这领毯摕出来已经变薄薄迄毯的毛拢已经呢，都已经呢都掉光光了啦。可见呢，他还没有把它移去掉，安尼洗甲清气看看安尼修那我们给的那个时候呢，还有克难慈济功德会那个条子还佫插在迄个毯的面顶他连那一条条子呢都没有把它撕掉。他一直跟他的孩子说：“我们要记得这一件毯子呢，是带来了我们一家的温暖的生机所以呢，他非常的感恩。所以在我们30周年的那一年他把这一条毯子呢，再回馈，让慈济呢收藏了。”这就是历史见证，所以今天他在咱的展示馆那这就是时代见证实在是很令人感动。迄当阵社会无甲一个民间的慈善机构，唯有干自济尔定，真辛苦不过真单纯，但是。现在看到台湾呢，真多慈善机构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啦。私人呢、小机构、大的宗教的、红十字会的、展望会的，咱慈济人虽然都是安尼，大家人几十年来，咱都培养出了这份功哪里有灾难，我们就是哪里出现，展开你们的双手，拥抱苍生。总而言之呢，回顾过去那一天，中秋夜人人
就是在天的月亮圆，人呢，人人家家在团圆。但是呢，一有了台风呢，那月亮看不到，家庭呢多少毁灭掉啊！不过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就是规整啊拢烧了了，敢那一间房啊厝无烧，那也是很不可思议啊！这也是故事啦哈，是真的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故事，请你们可以呢进入了我们的网络哈，去查看啦那一年的8月的中秋节哈，那这都是呢过去的啊，也是呢慈济的大藏经之一呀哈，日日有历史啦，有的时候呢都是很令人不忍不舍哈，但是呢，每一次什么事情发生了以后，无不都是感恩，因为慈济人呐，应急呀，都大家呢很应急啊，马上动员，马上付出。总而言之呢，我们时时都要用那一份的感恩心啊，守护的人人哈，守护的天啊地呀，我们要敬天爱地，我们呢要庇护所有的人类，我们要好好的以虔诚戒圣的心来面对的每一秒钟哈，所以要时时感恩呐。